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我要开始刷墙了。这个墙呢之前是这种实木的，应该不是实木的，感觉像是做的木纹的板子。其实我自己是挺喜欢这种复古的纹理的，但是如果整间房间都是这个颜色的话，会相当的沉闷。因为本身日本的房子它建的就比较矮、比较低，让人觉得有一些压抑，并且呢，因为本来就是老房子，我不想让它太复古了，所以呢，我准备这一面墙留住这个复古的纹理，然后这边呢，我准备放大的书柜。虽然咱们也不看书，但是我们需要书柜在家里面放一些我们从来不看的书。然后呢，除了这面墙以外的墙，哇，好乱，我这里好乱。阿呆，这面墙包括下面的大柜子，我都是准备刷成浅色系的。那么我要在墙上涂什么呢？我今天有了新玩具。就是这个努鲁卡贝嘎咪，它其实就是一种涂完之后会是这种立体的感觉的一种立体漆。我猜测，我推测，它应该是比其他的漆更有覆盖性。那么我也不知道，我要试验一下。先在这一块门上面，这里有一个小墙壁的角落，我要先在这里试验一下这个油漆到底立不立体，能不能盖住颜色。很浓稠的样子，拿这个钩子搅拌一下。然后他说必须得用这种刷子，那就是这种带孔的刷子来刷这个漆才可以刷出那种凹凸的效果。等一下，我想起一个问题，我还没有给那个墙贴纸。我去，这质感不是这质感我有点顶不住啊，有点肉麻呀，而且我刷不到边上怎么办？我刷不到边。其实我说实话，我稍微不太喜欢这个效果，我想试一下用普通的这种海绵刷，然后用这个漆是什么效果？哎，我觉得普通的小海绵刷出来的效果更好看呢，像木头的纹理比它这种密密麻麻的点要好看一些。你得控制它，你现在涂出来是什么样子，什么纹理，它干了就是什么样子。我都得夸一声自己上手，已经当上手になりました了。这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拙感的墙面，而且我觉得它这种纹理的话也挺复古的。开刷第一遍。一觉醒来天塌了，朋友们，这个墙咋回事呢？之前做实验的这块地方我没有涂任何封闭剂，我做了实验，然后它没有反黄，我就觉得这整面墙这样涂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我才偷懒没有上封闭剂。就是昨天我涂完这个墙第一遍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有的地方有点黄，然后呢我就觉得问题不大，这些黄的特别明显的是我昨天上了封闭剂的地方。我昨天晚上之所以觉得问题不大，是因为我感觉黄的地方不是很多，但是我现在发现这个墙啊，它黄的地方不仅仅是那一块，它是批亮的，镜头里好像看的不是很明显。看这面墙，这面墙是我完全没有涂那个封闭剂的，它的黄是一条一条的，这个黄色是我昨天上的封闭剂啊，就是我发现这整面墙是一溜一溜的，全都需要上一遍封闭剂，真的好崩溃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干就完事儿了。这什么声音？这个封闭剂怎么会叫啊？OK， 大致刷完了，现在我要等这个封层彻底干燥，还需要2个小时。那么这2个小时正好直播一下，直播2小时，等这个封层干掉。
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要结束了，我要刷墙了。今天真是快乐的直播呀！拜拜。直播完之后呢，我就立刻开始刷墙了。但是我发现事情有一点不妙，那就是这个漆它的覆盖力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强。因为我刷了这一遍之后，我发现它还是没有完全盖住之前的颜色，包括封闭剂的黄色。我本来使用这个漆的初衷是因为我觉得它覆盖性很强，可以把深色的墙面很快的覆盖住。我就查了一下，我稍稍查了一下，结果发现震惊，这个漆的覆盖力其实还不如普通的白漆，而且因为它质地非常的浓稠，涂起来真的是很累，而且涂不匀，所以我最后还是妥协了。尹老师，我还是用普通的白漆先把颜色盖住再说吧。逛建材店的时候，看到这些木板，突然灵机一动，突然很想给那面空空的墙做一个墙裙。于是我立刻拿出小本本和笔，开始计算。幸好我之前提前量过，这个墙的宽度呢是224，准备买的木板呢宽度是10，那么224除以10就等于22.4，再除以2就等于11.2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11根垂直的木条。那么我们确定了木条的数量之后呢，我们再用224减去10乘以11，剩下的宽度114再平均分配给12个空隙，我们就可以算出每一个空隙的距离。那么再加上最上面的距离，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额外准备224的横行木条，所以我们一共买了11、12、13、14个木条。然后呢，现在要来装最后一根，但这个有点 tricky， 就需要在这里切一个方块出来，把这个东西给露出来。第一次干木工，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要怎么切，怎么量。找到这个，然后把它切掉。切多长呢？这里是我要放木头的最左边，所以我们应该切5.4厘米，做一个垂直线。我总觉得这样其实不精准。这种小的地方有点小误差应该没关系吧，顶多就是丑一点。刚才没录下来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实在是切不下来，所以我直接从这里切断了，然后这样子切的。OK， 现在虽然全部都粘起来了，胶还没干，但是我们如果近看的话，有的地方是这样子不太贴合的，因为这个墙本身就不是很平，都不是很贴合，所以我们还要在木板上打钉子，让它狠狠的贴住墙面。你们说电动工具发明之前人咋造房子呀？难道是靠锤子造房子吗？啊，裂了，真是让人伤心呀！看这边立马翘起来了，一定要钻孔吗？木头，我慢慢的呢，我再试一个看看会不会裂，如果再试一个还裂的话，我就老实钻孔。还好哎，没有裂太狠，是不是其实裂是一个概率性的问题？我懒得钻孔了，就这样吧。今天要来给这面墙刷最后一遍漆，买的是这个埃玻璃，一个米米的白色。你们都不知道这个墙我涂了多少遍，真的一层又一层。
最后呢，我们来小小改造一下这个开关，因为它太旧了，即使我清洗之后呢，也是有点发黄的，所以我们重新给它上漆，这样看起来就干净很多了。那么这面墙呢，总算是基本改造完成了，真的比我想象的要难很多，花了更长的时间。但是好在结果还是非常好的，现在它看起来非常的好看。然后之前涂的这个努鲁卡贝嘎咪其实也不算白涂，因为它给这个墙增加了一个颗粒的质感，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。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